欢迎回到高护士健康导航频道。你是否知道，仅仅患有高血压就可能让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倍增？更让人不安的是，中国近一半的人口都潜藏着这个风险，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知应该如何妥善管理高血压。你也许听说过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但你需要在众多的资讯中挑选，很可能会令你犹豫不决。今天的视频将为你揭示有关高血压的普遍误解，同时还会为你提供有效的降压方法。因为只有了解才能做到控制，只有掌握才能迈向健康的未来。请务必观看完整视频。首先，我们来澄清一些关于高血压的普遍误解。有人认为高血压是遗传的，所以觉得无能为力，认为父母有高血压，自己肯定摆脱不了高血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科研数据显示，高血压可能存在一定的遗传因素，可能会在家族中传递给后代。但你不应该以此为借口，为你的不良生活方式辩解。生活中你会发现，在一个家庭中有多个家庭成员患高血压，可就是有几个非常讲究生活的人血压一直正常。尽管高血压的发生在遗传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做出改变。不要被遗传因素束缚住自己追求健康的步伐。无论你的家族背景如何，掌握正确的方法，高血压完全可以被有效管理。我见过有不少年轻人认为年龄大血压才会高，所以认为高血压与他们无关。那么年龄是否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呢？是的，年龄是高血压的一个危险因素，但它并不是造成高血压的唯一因素。这并不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就一定伴随着高血压。随着岁月的流逝，是否会陷入高血压困境，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年头。如果你的年纪不大，却每天摄入过多的加工食品、油腻食物或大量含糖零食，那么高血压问题可能会逐渐紧随而来。这就好比你的身体是一辆汽车，而不健康的饮食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像是引擎里的油渍，会使你的引擎日益失调，最终导致高血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不要把年龄当作是无法改变的定数，而是应该将其看作是与健康一同前进的旅程。通过利用正确的方法，你可以在岁月的长河中保持健康的血压水平。有人认为不摄入食盐就不会患高血压。如果你认为完全抛弃食盐就能轻松降低血压，那就大错特错了。高血压受许多因素影响，而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就是钠。减少食物中的钠摄入的确有助于调节血压，但或许你并未察觉，在其他食物中你也在悄悄摄入大量盐分，甚至可能一无所知。因为食盐可能隐藏在你意想不到的角落，例如酱油调味料、咸味饼干、咸蛋、腊肉、酱牛肉火锅底料、腌制鱼片、虾干、速冻食品等等，这些都可能隐藏不少的盐分。减少食盐的摄入是很好的做法，但你也要留意其他咸味零食的摄入，否则这个努力可能不会有显著的效果。还有人认为高血压不是严重的问题，尽管高血压现象非常普遍，但绝对不可小看它的重要性。它是一种可以预防的健康问题，如果被忽视，可能会导致心脏病发作、中风、心力衰竭、肾脏疾病、视力丧失、周围动脉疾病以及脑功能障碍的风险增加。这些情况绝对不是轻描淡写的健康问题，它们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导致生命的逝去。那么什么是正常的血压呢？血压的度量单位是毫米汞柱，通过两个关键数值收缩压和舒张压来进行评估。收缩压代表心脏在它的每次跳动中对动脉壁施加的最大压力，而舒张压则记录了下一次心脏跳动前的最低压力。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来说，理想的血压应该是120/8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有个体差异性，轻微的波动是被允许的。但如果你的血压超出了130/80这个范围，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里就有高血压的危险。怎样降低血压呢？首先，积极进行体育锻炼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为什么第一点就强调运动？说起运动的好处，似乎大家都明白，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做到坚持？就我知道的，我身边大多数人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在刷手机，很难腾出时间活动。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能一直这个状态。因为随着我们每天锻炼，心脏才会逐渐适应增加的心率和呼吸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心脏会逐渐变得强健，泵血的工作才会变轻松，才能健康的应对压力，降低动脉的紧张，血压会自然的得以降低。研究显示，有氧运动可以平均降低约 4% 的血压，无论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所以高血压朋友还是少拿手机，多出门活动。
另外，多余的体重会导致脂肪在身体各个部位沉积，增高血压，并且额外的脂肪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对血管产生额外的负担，导致高血压。运动可以降低你的体重指数，降低患上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高血压者宅在家中并不能解决问题，要告别懒散。如果身体状况允许，要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是甜食的问题。你是否钟情于甜食的诱惑？糖果、巧克力、含糖饮料、各式甜点或许在你的嘴里引发了无限的滋味，但它们对你的健康产生的危害却是实实在在的。摄入过量的糖分会刺激你的胰腺分泌更多的用于调控血液中葡萄糖含量的胰岛素，而过多的胰岛素可能导致血管发生炎症，使血管变得狭窄，血液流动受限。不仅如此，过多的糖分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引发糖尿病。有研究显示，糖尿病会将患高血压的风险提高1倍，并增加其他多种疾病的风险。糖尿病已被看作是高血压的同伴，二者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共同损坏着你的健康。如果你需要了解血糖控制的方法，请点击下方资讯栏里的糖尿病掌控大师课程，我将在课程里一步步具体教你该如何控制糖尿病。第三，要努力保持心态愉快，让自己无压力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可能是工作上的难题，也有可能是与同事之间的小摩擦，又或者是个人生活中的压力。你要知道，无论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对大脑施加的压力会对整体健康产生影响。研究已经发现，焦虑和抑郁会显著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因为当你的大脑努力应对消极思维时，它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正确的处理事情。这种过程会给心脏带来负担，迫使心脏更加努力的工作，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从而导致血压的上升。当你觉得心情不好、压力大时，尝试冥想和深呼吸练习。具体方法在前期视频中已有详细解说，点击上方标签可以进入视频。视频里的放松方法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减少杂念，从而减轻心理压力，逐渐培养出更好的应对压力的能力。第四，要确保获得良好和充足的睡眠。疯狂熬夜追剧已经成为了当下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的中老年人也抵抗不住网络的诱惑，拿着手机刷视频，根本停不下来，把本来应该花在休息和睡眠上的时间都用去玩手机、玩电脑。研究指出，缺乏足够的睡眠会激活你的交感神经系统，这会导致心率上升，血管承受更大的压力，从而引发高血压问题。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会显著提高患高血压的风险。所以一定要珍惜和保障良好的睡眠时间，这将有助于降低高血压的风险。第五，我们要在饮食中调整盐分和钾的摄入。盐分的过度摄入会对动脉壁施加额外的压力，进而诱发高血压。然而，增加饮食中的钾摄入则有助于促使体内多余的钠排出体外，从而有助于减轻血管的紧张状态。我们把盐分和钾比作是健康饮食的天平。盐分可能会倾斜天平，增加了你的血管负担，而钾则像是反向作用，帮助平衡，保持血管的稳定和弹性。为了实现这个平衡，你可以在饮食中引入更多富含钾的食物，比如酸奶、牛奶、多种鱼类、香蕉、红薯、菠菜，这些都是优秀的钾的来源。将它们融入你的日常餐单，就好像是为健康的天平注入了一份平衡的力量。第六，拒绝加工食品。现代的人往往追求效率，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这样就很容易忽略了饮食的重要性，常常过分的依赖外卖和快餐。这种饮食会让人摄入过量的盐、糖、脂肪和有害的添加剂，对血管健康带来威胁，引发血压飙升等问题。为调整血压，明智之举就是要减少或拒绝加工食品的摄入。试着在家中备餐，使用新鲜健康食材，这些你都可以自己来掌控。这样的调整不仅对血压有益，还有助于改善整体健康状况。第七，戒烟。如果你吸烟，那么戒烟就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你也许曾试过要戒掉吸烟，但发现越来越难。这就好像在2个选择之间做出决定，要么你戒烟，要么你成为80%高血压患者中的一员，而他们都在继续吸烟。每年吸烟会让你的血压增加 0.5 毫米汞柱，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很多研究都显示，吸烟会让你的血管变硬，增加心脏骤停或中风的危险，每年夺去大约1800万人的生命。戒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高血压的问题，更是为了整体健康和延年益寿。第八，注意饮酒量。研究指出，酗酒与高血压风险紧密相连，每摄入10克酒精，血压会升高1毫米汞柱。
如果饮酒过度或大量饮酒对健康危害非常重大，可能导致血压剧增乃至生命危险。如果酒瘾非常大，建议女性每日饮酒1次，男性为2次，并且务必注意饮酒量，以免后悔莫及。但是能不喝酒就尽量不要去喝。第9，平日里要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每日蛋白质摄入量达到100克的人，患高血压的几率要比低蛋白饮食的人低 40%。蛋白质在体内扮演多种功能的角色，有助于提升肌肉质量，提高身体代谢率，进而维持健康的体重和血压。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进入日常膳食中，会为身体带来不小的益处。实现每日100克蛋白质摄入的目标并不难，像鸡蛋、牛奶、鸡胸肉、牛肉、豆类和坚果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通过做到上面所提到的9项生活方式，对于维持健康的血压非常重要。即便你正在服用药物，这些注意事项依然要做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促进健康的信息，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